统辖间之战，金川议员不敌织田信长掉了脑袋。此战极大地改变了战国群雄的关系图，也包括德川家康的立场。如前面的视频所介绍，得知议员的死讯之后，金川家的各大将纷纷弃城而逃，连远离战场的冈崎城守军都畏惧织田家的追击而做鸟兽散。德川家康在冈崎城附近的大树寺里潜伏了数日，等冈崎城成为空城之后，兵不血刃地白捡了这座原本就属于他们这一支松平家的城堡。作为金川家的附庸，家康还是象征性地给金川世真提交了报告，说明情况。对于这种明晃晃的城火大捷，为了抵挡织田家，金川世真还是忍了，并且委任德川家康代管西山河地区，抵挡织田家，松平家真正独立。但是金川世真在委任状中也威胁说此为临时任命，等世真本人亲自出兵山河后，会正式任命各城守将。而后上杉谦信借将军足利义辉的名义，发兵8000，号称10万大军征伐关东甲相郡同盟，拿北条氏开刀。足利义辉下敕令，要求关东各大名全力支持。谦信打到小田园外城之时，已是群雄响应，组成了11万3000大军包围小田园城。虽然最终是北条氏得以保存，甲相郡同盟的胜利，但是战术上是上杉军的战胜更多，甲相郡同盟丢城失地，金川世真遭到撤走，无力西进。就在金川世真支援北条氏的过程中，德川家康与织田信长的马拉松谈判达成成果，双方结成青州同盟。家康的松平家彻底背叛金川家，也换来了相对安定的外部环境。然而在内部，刚独立不久的年轻家康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威胁，那就是山河一向一揆。其实，在家康恢复松平家对山河国的统治后，内部的组织大多是新设，极其不稳定。而外部的织田、金川、武田3个邻国对于松平家而言都太过于强大，而且还巧了，都他妈是敌对关系。为了维持政权，德川家康给山河农民们设计了异常沉重的赋税和劳役负担，引发了强烈不满。百姓无不怀念金川家的统治，而且家康还试图介入当时被本院氏控制的水运和商业系统。本来赋税过重之后，很多农民吃不起饭的时候，都是要靠这些寺庙赈济。如果本院氏的财源也断了，那就真没饭吃了。对于家康这种不给活路的做法，即使是家臣们都看不下去了。后来以本正氏、上宫氏、圣发氏为中心的山河教团，成为了社会上对家康政权不满声音的中心，矛盾愈演愈烈。诱发山河一向一揆的导火索现在并不明确，主流假说是松平记所记载的家康的家臣去上宫市抢夺粮食，引发了矛盾激化，或者是山河物语所记载的家康的家臣因为怀疑本正氏藏匿罪犯而强行闯入，或者是家康命令在上宫市内建造兵营。总之都是一些日本战国时的常有操作，基本可以确定发生于永禄5年秋。然后各地对家康破坏规矩的行为激烈声讨，本正氏作为代表和松平家交涉。到永禄6年6月，调停失败，家康正式开始镇压反抗势力。同年秋，本正氏发动大规模一揆。这场战争持续了6个月，而且过程惨烈，现在连参战的双方都很难明确。但是现在知道的是，家康的对手可能是被征收了重税的农民，金川时期受到了良好保护，因而对现在家康背叛感到不满的山河教团，希望推翻家康另立新君的松平族人，对突然被家康统治感到不满的山河本土武士集团。家康与他们在这一时期的战争通称山河一向一揆。现在一般认为，民间和本院氏发动的一揆，以及武士们发动的武装政变，其实是分开的两股势力，只是合作起来一起对家康发动了进攻。总之，用大明王朝的话说，就是圣上真的是有德呀。永禄6年9月，夏目吉信在城寨被松平军攻破之后投降。10月，一向一揆大队从西山河发起进攻，与松平军战于小豆坂，家康惨胜。之后一向一揆稍有平息，不过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平静。永禄7年1月11日，山河一向一揆的决战上河田之战爆发，一向一揆众们从土吕、野氏、真崎等地出发进攻大久保一族镇守的上河田城寨，双方激战，上河田城寨几乎要失守。好在当天德川家康便亲自率队前往营救，这才暂时免于落城。之后一揆众又围攻了城寨2天，连本阵后方的家康都中了2颗子弹，好在都是斜着击中了他的铠甲后处，因此本人并没有受伤。但是可以看出一揆众这次的进攻有多强力。战斗的结果现在也难以考证，一般认为松平军守住了城寨，因为13日虽然上宫市一揆众已经打到了冈崎城下，但已是强弩之末，
之后山河一向一揆出现了结束的迹象，因此上河田之战一揆众应该是没有取胜。按照日本国史大词典的说法，战国时期地方上真正从下而上的一向一揆，基本潮流还是反官僚不反君主。因此当家康亲自出现在战场上的时候，一向一揆众的士气降低了很多，继续作战的基本都是企图武装政变的武士们。家康也没有停下私下的谈判，主要是找寺庙的一揆众，承诺他们会调查强行进入寺庙抢劫的家臣，并且保证寺庙恢复原样。随着本就构成复杂的一向一揆众出现了内部分歧，到2月28日，松平军基本完成了镇压工作。然后德川家康便下令拆毁所有的一向宗寺庙。已经失去谈判筹码的一向宗僧人质问家康背信弃义时，家康说他说的恢复原样的意思就是恢复到没有寺庙时的原样，真的是相当狗东西。据粗略的计算，家康大约有一半的家臣都参与了这次一向一揆。这对刚刚走上独立大明之路的家康来说，不仅是第一次真正对自己负责的战争，也是第一次经历自己的实力处于绝对劣势之下的战争。他竟然镇压成功了，作为枭雄的天赋着实了得。可能这次青年时代的痛苦经历，也是他日后对13本院士如此恐惧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战胜山河一向一揆之后，家康的表现符合一个成功创业家的风格，迅速从一个巨大的成就中清醒过来，马上就着手接下来的项目。他为了巩固与织田信长的联盟，决定改掉自己的名字，舍弃掉金川议员作为养父赐给他的元字，以向四方表示和金川家决裂。顺带一说，现在的松平元康其实也是他改过的名字。本来他元服时，金川议员给他取的名字是松平元信，后来金川议员派他出征山河四部城，时年16岁，这是德川家康的第一战。当时他以山河猛将之姿不顾身负战伤，几天之内连续攻克了5座城，直接灭亡了山河豪族铃木家。详细可以看德川家康第一战的视频。之后大家都称他为松平家一代雄主松平清康的传人，当然事实上那本来就是他的祖父。于是他向金川议员请求继承松平清康的康字，金川议员同意，他的名字也就从松平元信变成了松平元康。所以如果没有统辖间之战这种突然变故，家康也一直留在金川家的话，金川议员应该是真的会让他在山河国恢复松平家。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老板再怎么看重你，在公司内升迁的发展都没有跳槽来得快，跳槽又不如自己的创业来得快。无论如何，现在的家康决定抛弃金川世真，转投织田信长。他要舍弃金川议员的元字，可是换成什么字呢？现在主流的猜想是，在平定山河一向一揆的过程中，家康曾经到光明寺城下的安照院光明寺中，寻求一位名叫清井义族的僧人求学兵法，而清井义族是源氏兵法的传人。二人在一个房间中研讨兵法数日，家康学会了源氏兵法的思想。家康为了感谢源氏兵法救了他的命，便使用了源氏5门象征八幡太郎源义家名字中的家字，取代了金川议员的源字，把名字改成了松平家康。这只是一个猜想，充其量也就是野史范畴。但是因为此事实在是难以考据，通说也只能是一个猜想了。但是考虑到家康后来又找了源氏大佬认祖，我猜学源氏兵法的事是家康自己编的。但是借用八幡太郎源义家的家字，可能就是他的本意了。另一种比较大众的猜想是，他单纯想要继承某位松平家先祖名字中的家字。松平本家中曾经有一位名叫松平长家的武士，家康这一支的松平家中也曾经有过松平家次的名字。行源松平家中更是在名字中把家字传承了数代，因此家康采用家字，也可能仅仅是出于收买松平氏各支族人心的目的。此外，还有一个比较劲爆的异说，是说家康的母亲于大藩在家康幼时就改嫁给了九松俊胜，而九松俊胜为人温和，和松平家的关系也很好。于大藩和九松俊胜的3子就被过继给了家康，继承松平姓氏。所以家康自认九松俊胜也是他的一个爹，而九松俊胜的另一个名字是九松长家，所以家康就继承了他的家字。怎么办？家康中的九松俊胜出场名字直接就叫九松长家，所以我猜剧中会采用这个异说，依然是积极采用邪说异说的奔放编剧风格，看久了还真给我搞习惯了。在家康改完名字之后3年，他又把姓从松平改成了德川，这个原因就很明确，就是为了抱紧源氏的大腿。松平是山河地区的一个常见姓氏，加上家康这一支，其实有10几个规模比较大的松平家。
他改成德川，一是要体现自己和茫茫多的其他的姓松平的人不同，其次就是要模糊自己是出自山河深山的松平乡，还是上野新田郡深山中的德川乡。当然，这也是有人帮他铺好了路。家康的祖父松平清康就着力宣传过，他自己其实是灭亡了镰仓幕府的源氏英雄新田义贞的后裔。家康现在又更进一步，然后家康搞了一份到处都是不可考的，大半都是黑色的家谱交给关白敬畏前久，附带的还有一批给朝廷的现金。然后朝廷就批准了他的新家谱，同时还授予了他重武卫下三河守的官职。从此家康名正言顺地成为了源氏后代。在这个武家的时代，政权领袖征夷大将军也被称为源氏栋梁，获得源氏的名义对家康来说一定是一件好事。丰臣秀吉本来也想认足利一朝做干爹，换取源氏后代的名义，只是足利一朝丢不起这个人，没有认这个儿子，毕竟人和猴子物种都是不一样的。总之，对于家康而言，改姓让他有了压制山河其他松平家的天然正当性，也为在武家社会中更进一步打好了基础，也和他的偶像源赖朝建立了若有似无的联系。于公于私都是赢了3次，只是他给朝廷的现金却是在动荡贫穷的山河国里凑出来的，也不知道是谁输了。后来家康把这种德川和松平有天然区别的做法作为固定制度延续下来，直到近代倒幕运动德川幕府灭亡为止。不过那又是你订阅点赞这个频道之后更新的故事了。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我们下期再见。